闻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。像投标杆一样，跟它投丢出去以后，对，2、3。哦，哇，这个真的，哇，这个动哎，好强哦！这是有鸽子背着飞的，是飞鸽传书吗？原先就是飞鸽传书。好来啊，成功！这个糖现在的温度大概接近160度，那可是这个翻糖才是重点，因为它非常烫啊。对，不会烫，你要小心哦。要给它泡水的，要马上碰吗？小心滴到。哇！这节目有什么魔咒吗？真正的火烧虾！哇塞，第一次看到嘉义金是2400，有中有在，你是唯一没吃的那个咒语了。没睡觉，没睡觉，没睡觉。丢完了，18哇！古厝非常的漂亮哦。这边呢就是台南佳里地区，然后来到台南呢，这边看到这种古色古香的房子，非常的发思古之幽情这种感觉非常的好。但呢，这一次我们还是有找一个我们的特别来宾李毅。李毅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你为什么还没有到呢？你人呢？啊？我们不是讲好不要迟到的吗？我们的总干事已经在这边等我们了。总干事，总干事拍谁？啊，好诶，人搞诶。人我搞啊。你搞。啊，另外一个卖菜伊。我刚讲有佚佗啲啊，无咱先过来啦。好啊，咱。好，来，行。说到有唐南之称的台南，除了有浓厚的古都文化之外，经常也让人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甜的浪漫氛围。因此，今天我们的第一站来到的是台南嘉里延平社区。这里不但有200多年的制糖文化，还有随处可见典型平原农村景观。据说还隐藏着一种濒临失传的空中竞技。到底是虾米嘞？李毅，你再不来就枉费我特地为你安排的甜蜜蜜之旅喽。这要标嘿，对，是不是？小关叫我来家里的甘蔗园找他。这里那么大，谁知道在哪啦？这看起来很偏僻耶！我天哪，哪里？你好，请问这附近有甘蔗园吗？你看在那边，你看，甘蔗园那边是不是？好，我看。进前有乌龟，嘿，有人给我教过。这种对，安尼对。然后去哪一边？看咱这个车较多，很好。我来了。你来。你来，你也太难找了吧？不会，你跳进来，我们一直就在路边，哪里难找了啊？进去啊！这个是我们一般啃的那个甘蔗吗？对。没有，那跟我们一般在市场买的那种甘蔗比较不一样吧？一样。那一种伊有甲伊固定，所以会大真悬。直你这无固定，所以就安尼弯弯翘翘。哦。但是它是比较自然的啦。是，所以它弯弯的。对，就因为它没有把它固定往上涨。对。这个好你扯你这要小心哦。要不要手套？应该不用吧？应该不用。你确定？它这个草会割哦。再给我2双手套，谢谢。马上说要手套，有没有？对吧？还是保护一下啦。甘蔗原始的收割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用刀割断甘蔗，然后再用手工剥掉叶子；另一种是徒手采甘蔗。嘿，你没有听错，现在就让我来示范一下。我也试拔一个看看好啊。它这样往反方向压，起了。这样子。对。折断了。感觉好像比用刀子砍轻松。还快。
比较早熟。这种也是可以直接嗑吗？就是直接削皮，然后直接这样可以吃，也是可以。这种好吃。哇！哦，你们看到这个碎碎这个哦，所以蔗糖也是用这种蔗蔗糖就是甘蔗蔗糖也是用嘛，甘蔗做的。对，哦，好清香哦。真的那个跟我们平常的那个甘蔗的味道淡，有点比较淡这不太一样。个小叔哦哈，你吃甘蔗都不用这个刀子，就是从安尼入去甘蔗，开，用喙去捏，这样一小块的。把迄个皮慢慢开，这很甜耶。安尼叫做K甘蔗，K甘蔗，K甘蔗，跟我们平常吃的白甘蔗味道是不一样的，这比较温润啊。对，嘿。虽然说制作蔗糖的多为白甘蔗，但眼前多汁的红甘蔗不但削皮可以直接食用，而且甜而不腻，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制作红糖的重要原料哦。来，总干事，现在这边是哪里啊？这就是阮蔗糖的所在，这里哦，所以是像他们那样哦。哦，对，咱这个甘蔗，炒上来，啊，来加甘蔗汁，啊，来煮，像安尼，像安咱等下来炒糖。而且我看它一直在翻炒，它完全没有停哎。无停的，会变得煎汤皮啊。对，就整个底部很容易就焦掉。哇，那这样很累耶。对，它闻起来有一股咖啡的那个焦香味，焦糖味，焦糖的那个味道，对，好香哦。这就是传统的手工乌糖，伊的香味就是安尼。啊，你一鼎煮偌久？一开始迄个落鼎吼，爱煮4点半钟，你若用较少时间，免遐长。这个是刚炒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剩多久以后啊？等一下，咱要甲倒开盘啊，来甲它炒好变糖。这个变糖的对啦，其实它有很大的含义，就是一个化学方程式的方程式的转换，一个转化过程。对，所以现在要再把它拿去冷却。我常问师傅的。取自甘蔗原汁的黑糖是属于含蜜糖，手工黑糖的制作相当高纲，加热糖浆时要控制火候，不断的搅动，避免烧焦。因此，这种传统制成的黑糖会带有天然的甘蔗香气。这摆来炒糖，这摆吼，伊这就是要降温，来甲捞开，嘿，这摆已经开始咧煎啊，嘿，已经开始咧煎啊，对，它一冷就马上就硬了。它这个降温降的速度很快，我记得之前炒的时候，它那种200多度，然后它一倒出来，瞬间就大概剩180-190。对，伊个颜色吼，这个头啊倒的时阵无遐深，无遐淡色，啊来伊会变较淡色，啊到甲你变糖坚定的时阵，伊又个回到那较浅色。哦，这是它的整个在冷却转化糖的过程。对，它的一个颜色的变化。这个就是甘蔗汁吗？甘蔗汁打倒的煮的，就是像安尼，就还很水水的，水水的，然后伊会把迄个甘蔗汁里面的水分给蒸发掉。那样子的水水的会变成这样子。对，就是煮到后面就像我们刚才那样勾勾的那种感觉。你看现在啊。你赶快吃看，这真的，这个口感，每次吃都会重新爱上。它的焦香味真的超棒，而且它闻起来有一点点那个苦香，对，可是它吃进去完全没有苦的，而且它口感很有趣哦，半沙沙的那种刷，一点点刷的那种口感，然后在舌头上跟上颚这样子，有一点点磨，一点点砂糖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又很细很细。原本液态的浓缩糖浆，在不断翻炒的降温之下，终于完全冷却成了糖块。这样的手工黑糖，相信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住它甘苦香甜的味觉诱惑。很爽来这边可以吃到真正的那个黑糖，然后你只要来这边体验，你就可以装一罐。我们是开放做甘蔗的食农教育，
就是咖喱酱甘蔗，咖喱酱是甘蔗的一生，来咖喱做糖，佮互你提糖当去食。而且总干事说啊，这边除了教你认识这个手工黑糖以外，听说还有一个传统的什么东西叫啥？什么东西哦？歌林。那个唱片，歌林唱片。啊，不是那个歌林唱片呐，也不是那个歌林呐，我带你们去看呐。好，我把最后2个装完。哎呀，才不是什么歌不歌林的，其实这是一项深具地方特色的无形文化资产，也是曾在2014年获列为台南市定民俗的活动。这什么？你看过吗？我没有看过哎。这个是，你拿看，很轻，木片。这是有鸽子背着灰的。是飞鸽传书吗？原先就是飞鸽传书，像投标箱一样，跟它丢出去。对，来，我们准备来喽。3，哇，真的有那个呜呜的声音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是飞鸽传书吗？原先就是飞鸽传书，传递亲情的由来。这不是东西，那个小小管放在脚边一种哎，没有声响的话哈，就不晓得有哪个经理那个要传达来很紧急的军情啊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小的鸽笛。原先它是叫鸽笛，不叫鸽铃，然后挂在鸽子的尾翼，尾巴，啊，基本上一飞的时阵就会声响，这么远远的，嗡嗡嗡，就知影讲有军情传达到来。这是它飞的时候风吹进去会有这个声音，是不是？然后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鸽子来了，因为这是比较原来的鸽笛，然后慢慢的，那个炫耀自己的鸽子能够飞得那个很有能力，所以就慢慢的变大。我示范给你看，好，这就是鸽子的尾翼，一支一支的嘛，啊，咱来给它平衡做会，白，它有一个洞，啊，这吼拢是我们的师傅，来，这就是天的啊，这就是。无论是鸽铃器具本体，还是眼前为了挂上插销而缝制的鸽子尾羽，都需要老师傅的巧手制作。不过，这样的一项传统技艺，早已出现世代传承的断层了。来，我来教你们放。好。而且它这个尾巴都已经先架好，都已经连好，对，全部都弄好，都已经连好了。所以它等于只要卡在这个尾巴的中间，你看这样子，对，卡着，然后等下会有个这样子销插上去嘛，对，固定住。加已经好了，它已经插好了，已经插好了，这边。所以我说要训练多久，它才可以开始背这个第一个这样小？开始背这个的话，几岁？没有，差不多2个月，让它可以背会知。啊，迄个要排到这，还是要搁排较大吼，就要看它本身的功力。那这个不会太大吗？那个还有开玩笑的吧？还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为了减低鸽子的负担，鸽铃自然是不能太重。一般鸽铃从82克到112克不等，全凭老师傅的手作功法精雕细琢而来。由于鸽铃无法机械式量产，因此这项耗时费工的传统技艺也面临即将失传的命运。来这样哦，大哥，你先示范。就这样，然后这样像投标箱一样，跟它投丢出去以后，对，来，我们准备来喽，来，1、2、3。哇，真的有那个呜呜的声音。有呜的声音。回家了。好，现在要装最大片的，我就来看看这鸽子怎么飞。这真的不会，你看这个比例很荒谬哎，这个比他身体还大了好几倍。一个人挂哈，要看它的风向，你如果抓这样的话，风吹就挂不上去了。对，所以你要安尼，有风吹嘛就会顶到。哦，顶风，对，要顶风上去。对，来。哇，最大的、最长的3个要放飞了。他好衰哦。对他想说，我为什么要留到最后？我为什么要飞最大的？我们2个还是放一直线。好，这样子，一样。来，好，总干事你数哦。2、3。哇，这个真的飞得动哎！
好强哦！它这个是直接飞回家，它这空的那个方向哦，大概差不多10半点，它就往家的方向飞了。好，它看一看到底在哪里，它就往家的方向飞回去。家的方向就飞了。挂那么大的哈，是有一种竞赛的味道。那它这个距离啊，最多可以飞多远啊？这种鸽子它差不多5公里内 OK。你飞超过5公里的话，可能它的那个飞翔能力就会影响有一点出力。这种鸽铃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有，那也不是由基隆到屏东都有，只有在巴掌溪以南，经过集水溪，越过将军溪到曾文溪，哇，这个区块才有。范围很小。对，那这个范围就是跟郑成功当时以前来台湾，派兵驻扎在各地有关。每年3月份到5月份是台南地区的鸽铃文化季，在此之前，各庄头间也都为此竞赛暖身着。这样的别开生面、具有文化意义的农闲活动，正等着你亲自来体验哦。这个糖现在的温度大概接近160度，那可是这个翻糖才是重点，因为它非常烫啊。对，你要小心哦。要给它泡水的要小心。马上碰吧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叫来啊，腾哦！哇，糖葫芦！哎，人家不是阿贝啦，乱叫！年轻啊！你怎么穿成这样子？这个车，这个感觉应该要阿北才对啊！而且阿贝不止他不是阿贝，连这个都不是真的。阿北，你假的，你全身都假的。真的有，这是一个形式而已。嘿啊，要真的要到我们店里面。哦，店里有是不是？我带你去店里。店里面是不是？好，店里有真的。桥南老街是台南盐水最古老的一条街道，虽然早期繁华的街景早已不在，不过许多特色建筑仍存留至今。哦，这个好复古，好古色古香哦。对呀，很复古哎。哇，你看这边，这个是刻意打造成像这样子，有点干妈店这种形式的感觉。其实你进来这个建筑，已经大概接近200年的历史了。200年？对，你说这一户？对，这一户，这个是属于街屋形式的房子。歌林，这个也是我们这硕果仅存的。对，没有几个啦。堂哥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些？因为我本身就是做古早味糖的部分嘛，哈。那我后来觉得，老手艺可以跟这个老房子相结合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才来这边开始打造这里，希望能够借由我们跟社区结合，然后带动这条老街啦。曾经这个在100多年前，这里曾经是第4大港，就是1府、府城、2路、三艋甲，4就是月经嘛。临近月经港的老街，随着港口废除而没落。军人退休的唐伯伯不舍老街就此凋零，他带着熬糖的记忆进驻这间有着200年屋龄的苏家老宅，希望用传统技艺复兴这条没落老街，让更多人感受古早的好滋味。上面盖那些麦芽饼糖什么，还有你那个糖葫芦都你自己做的？对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还有呢，那现在这个糖葱看得到你们现场这样做吗？可以，我们待会在后面，我们现在都在煮糖嘛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手工做的，不可能量产，对，所以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得做。糖葱绝对全然手工的台湾古早甜品，而且制作的门槛极高，不信的话跟着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个糖现在的温度大概接近160度，等一下我们要徒手下去做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们等一下要先消毒哦，哈。来消毒小妹，谢谢。来，老板。我先示范了哈，因为这个糖非常烫嘛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旋转它，糖会散开来，我们就隔水冷却，它就会怎么样？会凝固。我们现在在这里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它从液体变成固体。好了，你看，我现在把它抠起来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让它降温，降到大概几度？大概接近100度。100度怎么拉？所以这样温度真的非常烫啊哈。我们在跟各位介绍的时候，外表一定要很轻松嘛。那可是这个翻糖才是重点，因为它非常烫啊。对。
对，你这样不会烫？你要小心哦，要给它泡水，对，非常烫哦，真的是烫的哦，对，要马上碰吧。真的假的？那真的烫，也不是开玩笑为。什么大哥做起来对啊，完全丝毫觉得那就是一个冷的东西啊？果然是厨师的手不怕烫，在老板的手里，这团糖浆根本跟冷面团没两样。真的是不能怪我一时失了戒心，大意烫伤。你可以这样啦，用手背轻轻的沾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可以往下一点点，不要怕哦，可以碰看看，好烫哦！像现在流了出来，你现在大概是泡面的温度，心也在淌血，心还是有在淌血，每次做都会淌血。好强！油和水其实烫到都是表皮，对，可是糖烫到是身体。烫到是心里。你刚做对一件事情，就是要碰冷水，糖才有办法剥落。对，啊，像你不懂的人，烫到这里，你马上要剥，然后要这里又烫到，那里又烫到。那现在哈，因为这个糖的温度哦不能再降了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要来拉它。再这样就拉不了，对，就拉不动了哈。来，我们准备来拉喽。好，那我们来变魔术了哈。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糖，刚刚原本是深褐色的，颜色你有发觉到它哪里在变？变白色了，颜色在变。对，开始现在有点像是那叫什么金箔的那种。对，将糖浆隔水降温之后，师傅就开始进入拉糖的程序了。红糖浆在不断拉扯的过程，渐渐变成金属光泽的漂亮银白色。此时在旁边观看的我们，伴随着空气中弥漫的糖香，就像同时在欣赏艺术创作般的享受。其实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动作哈，不断在拉长，哦，我们就是在包空气，空气只要包得越好，我们等一下做出来糖葱吃起来就会越酥脆。那我们大概会拉几下或拉几次，它没有一定的次数跟时间。借由拉糖的过程，空气会在反复拉折中进入糖里，把糖撑成空心状。在糖还没有完全冷却变硬之前，师傅全凭技术和经验，把握时间，控制拉糖的次数。空心越大，成品的口感就越香脆。趁着这个糖还够烫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拉长抽细。还有一点温度对不对？还有一点啊！趁着它还热，我们赶快哦。为什么要拉长抽细？因为如果这么粗，我们不方便吃，所以我们要趁着它还有温度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把它拉长。所以你的很难呢。糖葱要多细多粗，就是这个时候去决定。对，这个是我控制的，然后太粗你也不好食用嘛哈，所以我们要趁着它还够热的时候，赶快拉长，赶快抽。而且它只要不小心掉在地上这个就毁了，耶。所以功夫就在这里了哈。好来，你看，它刚刚是软软的哦，对，现在挂在这里，它都乖乖的不会动了哈。糖葱制作的程序终于进入完成的阶段。既然前半段碍于怕糖冷却，急着抢时间，加上技术层面过高，让我和李毅都无法一招学成，那么接下来收尾的阶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它取下来，你看它非常的酥脆哦。好，有没有？你听到声音哈？非常。这根本用剥的就好了。我先把这个。哎呦，这个转角处呢，为什么要剪下来？你可以看到这个转角处都是实心的，对，所以比较硬的部分就是这个，我们要大概裁成8到10公分啊。你仔细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每一只。哇，都是空心的哦，而且它一定是中间一个大洞，旁边有好几个小洞。对，看似简单的分段打包，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师傅说，为了让糖葱装袋之后保持干燥，根根分明，分段的过程也要讲求速度，因为成品不宜在空气中暴露太久，容易吸收水分，造成粘黏。来，敲8到10公分。我看看你的表现可不可以啊？没关系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么难呢？你分得很好很细很碎。怎么这么难呢？我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它是怎么敲啊？它这样敲是不是？我们换。我不敲了。换。到时候被我破坏成这个样子，要怎么办？我天哪！我试看。我就看你多厉害。哎呦！好像可以耶！我拿翘了哦。你用指甲对不对？对，大哥有先凹一下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是固定而已，我没有凹了，就这样稍微压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对。好了，比较硬的就是这个头跟刚刚那个尾巴，它就跟石头一样。
太硬了吧？实心的哦，实心的它的味道比较浓郁，所以这种的拿来卤肉、卤猪脚很棒。那像这个呢，它因为它的口感像饼干，所以它比较酥脆。那你在泡咖啡的时候可以拿来当糖棒哦，可以拿来当吸管哦。说来说去，糖葱的美味代价从头到尾都是技术活啊，实在不是初学者能招架的。不过接下来的 DIY 串糖葫芦可是游客到这里都有机会体验的哟。好，串好了糖葫芦呢，我们现在就要裹糖了，大概几度就可以裹？大概140度。140，看一下，现在是144度。所以现在是温度 OK 的。OK， 看一下。那我们裹糖葫芦的重点哦，其实不是整个进到锅子里面，而是呢，我们要裹这个糖的泡泡。哦，上面有泡泡。对，平均的去沾匀到泡泡就可以。你有听到声音吗？有滋滋作响，就是你厚薄度要很拿刚好，不然会太硬。好。那你看这个糖其实是很光亮的。对呀。它跟我们一般夜市看到的那个糖的颜色不太一样，没有那么红哦。对，糖煮出来也不会是红色的了哈。糖最怕2样东西，第一个就是水，水果满满的水分，空气满满的水分，所以糖一定会融。然后再来是热，小心滴到手，小心手。看到了，我跟你一样。对，你们弄掉了。因为刚刚烫到的时候，我要谨记着，我赶快把这只手藏在后面，免得去不要播。这节目有什么魔咒吗？一定要被烫到。原本就是要体验。真的哎，还好，你刚才烫到哪？就是你看现在有点肿肿的，所以说糖葫芦你以为很简单，对，其实你以为做糖很简单，没有，它都是在高温底下工作，是很辛苦的，而且它其实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，不是说随便这样子裹一下，什么糖随便煮就好了。只是一个小品，可是你要做到让第一个食安、卫生，那第二个就是好吃、健康。那你看它马上就出水。好吃。怎么样？我发现，真正的这种糖啊，它其实甜度不像外面拉的非常的高，就你吃下去不会觉得哇好甜哦。对，因为一般的时候我们都会含一下，然后去吃那个甜味。可是它一起吃的时候呢，它的甜度不会一下拉很高，可能也因为它薄。对。然后你吃它那个薄脆度，超棒的，好好吃哦。其实它那个不会有些弄不好很厚，你吃要咬很大力，你有时候还会刮伤那个上颚啊什么的。对，这完全不会。有糖香，然后糖的甜又不会。如果大家其实有来这边的话，真的可以来这吃吃看正统的糖葫芦，而且还可以自己做，但是小心你的食指和大拇指，好不好？以此警戒，以我们2个为借镜。真正的火烧虾，哇塞！第一次看到，现在已经是2400。你有什么困难？你讲。这尾巴很难拔哎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美点。看什么？看得这么热闹的感觉？海鲜哎，好新鲜，还是活的耶！你来台南这边将军港这边就是海鲜吃，随便乱吃啊！哎，好开心哦！我最喜欢吃那种新鲜的海鲜了。头家，你这海产拢是本港的还是倒位的？玩家准啊，家己练，早上回来的，每天活体。龙武，你要蒸、要烤、要煮汤、要冰镇的都有。现在最贵是什么？龙虾。龙虾吗？本港的龙虾算最贵的，还有这个。这什么？这个是凤螺，有看过这么大颗吗？超大颗哎！都活的哦。对，这都活体的。这个是象牙凤螺，目前台湾最贵的。其实这边弄的这样子，观光旅馆很干净哎。对啊，对啊。大家客人就假日都全部都过来这样子吃聚餐这样子。但陶哥我没有看到这边。您这边没那火烧虾啊？你说火烧虾？嘿，火烧虾有吗？要上3楼。现在还多吗？现在季节算尾声了，对不对？今年的虾子捕的不是很好，撸来撸旧。撸来撸旧啊。哎，我不知道火烧虾哎，等下我可以看得到吗？可以啊。
位于台南的将军渔港和许多的观光渔港一样，都具备着大探海鲜或是采买渔获等等多功能的观光性。不同的是，小刚我觉得这里最特别的是，在游客络绎不绝的饮食部，依然能够维持整齐又清洁，丝毫没有咸黏的鱼腥味。不过说到本港高级海产，就绝对是不能错过台南限定的火烧虾这一位啦。真正的火烧虾，哇塞，第一次看到，还是这种样子的。你不觉得它的这个壳的这个颜色跟一般只是单纯红是完全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对，感觉有纹路。既然是因为这个纹路，所以称它火烧虾，对吗？对，就是像被火烧过的，看起来像烤过的。对，就已经处理过。现在已经2400，哇，已经2400啊！因为量很少啊，比去年少很多。头要先去掉，是不是？很多根。安娜贝，这个大小已经很少见了呢。对，之前看到差不多大小都是比较多是这种，对不对？在市面上吃饭啊什么，差不多这个 size， 拢这种 size。你看，才叫这你看头，现在看无啊？像这么大只的已经很少了。你是有啥困难？你讲。尾巴很难拔，我又不敢用力。没有尾巴，我后面干脆直接用锅。对呀，对，不然挤烂了。挤烂糟糕了，挤一下，挤一下。这个不能断。慢慢把它打开，拉出来。哦，有了，拉出来。哦，哇！啊，去肠泥。肠泥从它的背部，中间肠泥拉出来。真掉。哦，这个沙金也是。我大概花了3分钟。你把它看很重。我把它看很重。对，真的看很重。好，厉害，这么珍贵，我能看不重吗？对，是，很暖。这里阿姨叹气了，她刚刚在旁边的。尽量就是给我一点面子，一点点。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。价的意思是说，第一个当然它价值不菲，对，身价不菲，对。然后第二个，其实它跟一般如果你说那种白虾或是那种什么炒虾比起来，它的肉质还是比较软。对，比较滑，比较软，然后你很怕不小心就会把它弄断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翼翼的。每年东北季风期，台南、澎湖沿海的渔船就开始捕捞火烧虾，产期从10月一路到5月。早年台南的渔民为了储存火烧虾，便发挥智慧，晒出特有的虾干。因此，每到盛产期，就会有许多手法利落的渔村妇女埋头帮堆积如山的火烧虾剥壳，数秒内就把一只虾剥壳挑沙筋。没多久，整张晒网上就会排满了淡红色的火烧虾，哪像我跟李毅3分钟才剥一只，根本不符合经济效益啊！火烧虾一只就抵人家10几20只哦，好香哦，想吃，赶快吃2口。这个是不是要用辣椒炒过，是不是？都市都吃不到，一定要到我们这边来才吃得到。它不是一般那种香，它就自然散发出来的海鲜的味道。对啊，是鲜的味道，有点像那种小鱼干，然后再嚼那种鱼干的那种那个味道，牛肉片的那种口感，就是浓缩。对，它里里外外都很浓郁。那我看它这样摆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这里的套餐哦，这是套餐里面的哦。对，它会这样是一个 set， 就是把在地的这些渔获放到这个便当里面来。我们俗称它为盐工便当。员工盐。台语的盐鸡骨哦，鸡骨盐山的那个盐。为什么是盐工便当？因为这里在日据时期有很多的盐田晒盐的工作。对。那早期务盐的这些，他们都是吃便当。对。那只有把便当升格化，变成有一点精致感，让都市人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渔获。这个就不得了了，还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主菜。这就是虱目鱼鳞吗？对，虱目鱼的背鳍嘛，对不对？这也是这里要吃独家，这里才吃得到。然后这个火烧虾，你说还有这个也是都算是不是？对，里面都有火烧虾的成分，这个是用新鲜的虾仁，刚才你剥完的那个。
无论是色彩缤纷、菜色丰富的特色盐宫便当，还是用新鲜火烧虾作为内馅的创意水饺，都是游客来到将军渔港尝鲜的不同选择。尤其是因应端午佳节的到来，店家还推出一粒粒包着满满虾仁香气的火烧虾肉粽哦。吃着道地的火烧虾料理，伴随着港湾海面上的波光粼粼，将军渔港的惬意悠闲，满足了旅人的短暂歇息。接下来跟着我们继续追海去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哇，天气非常好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开路耶？我觉得心情很差。为什么？天气很好哎。天气很好是一回事，每次跟你们出来天气都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你出来都带我去一些很难的地方，不是上山就是下海。我也想要有一些福利，也想要有一些轻松的事情，爽领通告费啊。这样刚刚好啦。这一次其实我已经原本就想到了，原本想说我不能每次把你当男人这样使用。真的，你自己想看，漂漂亮亮的，请回顾。真的把我当男人用。剪接师没有帮我回顾。对，他就回去，然后定格在那边。这次就是刚好天气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坐船出去，舒舒服服，爽领通告费。重点是，我们帮准备了猛男，4位猛男只服务你，整船只服务你 ，Only you。所以我可能坐在船上，然后开开心心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会有人送我茶，然后送我水，然后我有吃东西。他们会有他们特别的方式为您服务。哎，小高你好，小高你好，四位帅哥，小高你好，猛男好，哇，猛男已经在准备了，四位。包的有点紧，怎么会？这样才让你有期待啊，有神秘感。我就等，好不好？期待一下哈。来到七股，当然要享受第一等式的浪漫啦哈！今天制作单位除了情商4位猛男钓手来助阵钓大鱼之外，还特地安排只需动口不用动手的女王级行程，来招待我们要求很多等的嘉宾。行程开始就是搭乘观光大发前进七股西湖，全程不用日晒，无需雨淋，沿岸风光尽收眼底。李毅啊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等到了科棚区的定点，哥啊，我还要下同采科当科农，你就好好当女王吧。大哥，小心，小刚小心了，慢慢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要下去啊。你不用下来，女王在船上就好，好吧？我们准备好好吃的给你，好吃好喝的给你就好。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我都难得来科田了，我鞋子都脱，头都洗一半了，然后你叫我不要下去，合理吗？你穿回去就好了，我擦干。我想下去看看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放弃当女王的哦。对，我等一下就是其他时间。好，变回男人。我说李毅，你根本就是天生过动，要你安分优雅当女王啊，对你来说也是不可能啊。好啦，反正这边呢，大哥会教我们怎么抓这个好吃的，对，然后那4位猛男在船上，他们另外帮我们，那是有任务，对，有任务哈，他们会下竿伺候我。大哥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怎么样？来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直接要来采收一下鹅啊，让你们看一下我们七股这边鹅啊的它的肥美的状况啦。哦，这一段应该是蛮。它这个都多久了？放多久了？基本上这个大概都已经大概10个月左右了。10个月了。对。哦，那很久，通常要放6到8嘛。对，你要拿好。手稍微缠一下。哎，要是我不小心放掉的话，没关系，就赔钱就好了。不用，等一下再跳下去捞起来就好了。手缠一下，手稍微缠一下，这边对 ，OK。它也太长一串了吧？这鹅啊就是这样，小心你的脚哈，不要去踢到。OK 哈。来，那你在船上有介绍它总共10个壳，所以它有10球嘛？对，放下去的时候是这样，对，有10个嘛，然后所以它就会有10串。10个月的时候变这样子。我们每天要收鹅啊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做一个
深蹲的动作。深蹲，这样洗。对，可以洗一洗。来，要不要我来试一下好不好？我和李毅人手一串重量感十足的带壳牡蛎，上下深蹲的在清洗，仿佛是做重训。原本以为这种体力活只有年轻人做得来，没想到大哥说有的老科农都是一次来2串。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呢，这个泡棉的这边就有了。哦，那一串吗？对，这是海葡萄吗？对，漂亮的标准答案，这个就是海葡萄。这边有海葡萄啊？这边也有。为什么会有？这个是自养的还是它自己本身野生的？野生的海葡萄？对，因为这边的水质哈，还有这边的水质环境其实都不错。对，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一些海里的生物，它就会附着在我们两个的科架这个泡棉上面就会有的啦。我上一次吃海葡萄跟介绍海葡萄是在冲绳，是哈，对，它那边的海葡萄，冲绳海葡萄盖饭啊什么非常有名，但他们就是因为水质够好，对，所以他们养殖海葡萄才会长得起来。所以海葡萄可以证实水质好这件事情。对，它可以是指标之一哦，因为海葡萄很吃水质。海葡萄富含丰富的营养，是热量低的长茎葡萄蕨藻，吃起来啵啵弹跳，口感相当有趣。它对生长环境十分要求，需要生长在干净的海域以及拥有充足的日照，加上海葡萄对于温度也十分敏感，温暖的气候才得以快速生长。而野生海葡萄在台湾本岛并不常见，没想到今天却能在科棚上发现它的踪迹。超肥的，我小港，刚来，刚新鲜，要继续钓鱼哦。牡蛎踩上船后，钓手们似乎还在等待渺渺的渔讯，看来只能请当不成女王的李毅换个亲鹅啊色的角色，开个鹅啊帮大家补动力。哇，终于！有在，你是唯一没吃的那个终于了。我钓鱼啊！钓鱼还是钓鱼啊？真钓鱼啊！对哦，谁睡哦？我钓鱼哦，是哦。有啦，终于开始来吃了。可以哦，大的吗？哎，不小，哪里小呀？格外小啊！哪里看起来不错？不小哦。没睡觉。哎呦，丢班了10班！哇塞！有，女王有10班可以吃啊！来，往10班！哇，有了！对啦，厉害！哎，很大啊！应该有一斤哦，有1斤哦，你看很漂亮哦，有没有？橘红色这样一点一点的漂亮，土斑。世界第一点。你以为中条10班就 game over 了吗？本来我也是这样想。在这个青黄不接的4月拍摄期，实在是渔获可遇不可求的时段。没想到就在大家要收竿回程的时候，咱们的欧给庆又喊中鱼啦！对啊，天气太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干嘛？拖起啊？有吗？拖起啊！拖起啊！进来，你升官吗？忘记。哎呦，有了，有吗？拖起，下一大条，有，有，弯了。真的有哎！哇塞，这什么鱼 ？OK， 人生果然不到最后一刻。我刚才 A 傻打的都没有灵魂的。哇，很大一只呢！打不啊！七股西湖拥有许多高经济价值的鱼种，其中黑鲷就是最受钓鱼人喜爱的对象鱼种。黑鲷的成长速度快，在钓季正齐的时候，据说5斤1尾的黑鲷也是科棚常客。如果在过年期间前后到清明节，这一种都很常见，甚至于更大。真的，有鱼吃了，有鱼吃。钓鱼哦，下10班。钓鱼喽！今天钓的10班鱼。对，好鲜哦！而且它非常简单，它就是水放姜片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一点点酒跟葱，钓起来，然後就在港邊可以直接這樣烤，是最爽。對啊，最新鮮啦，最好吃。小哥來一顆。咻。哦，很燙哦，很燙。烤完之後的味道又不一樣了，你吃。很肥。
哎，所以这个是平常是有在行程里面，是不是？就是一般人是可以上船，然后带你去采科这样。有船家他们有配合，整套流程都有。哦，他也是会放板子，然后让你上去，然后试着拉那个。对。也可以，然后采到科上来岸上，再跟我们一样就这样吃。对。因为一般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会觉得说，哎，这是不是好像只有拍节目才能做？对。但没有，今天一整套全部，你想来就跟他们报名就好了。对。七股西湖是台江内海最后的遗迹，非常推荐前来一览。一趟观光大法的旅游行程，除了包含生态导览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还有新鲜烤科吃到饱。不过当然没包含我们这锅美味鲜鱼汤喽。好鲜哦！好爽，好秀好秀。哦，你看它这个鱼肉所以呢，真的不错，可以耶。一定要好好感谢一下，就是因为华哥先开了那一枪，有没有？对。所以后面我们才可以钓到那个黑鲷，要不然其实我们等了有等很久，不止哦，真等很久，快收干的时候才钓到的。华哥，张嘴就好，来，华哥来，张嘴，华哥小心哦。哦，可以吧，华哥？可以，好吃，鱼好吃吼，鱼好吃。那喂的人怎么样？漂亮，漂亮，可以。虽然有点微敷衍，但我可以接受。拥有美食之都称谓的台南，无论是甜味还是海味，都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。在300多年的文化熏陶之下，在地人为了产业经济而努力，观光建设纷纷相应而生。老街、古宅、乡村、田间，承载着市井小民的生活记忆。古都的热情正展开双倍，邀您一起寻探永不褪色的传统文化魅力。